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。5年前因为爱情嫁来台北生活，目前在一家旅行社担任美编，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。这是一部拍摄于暑期的影片，却一直拖到现在才剪完，也借此回味那段时光。自从工作之后，很少再有机会像从前那样去接2个小朋友放学。今天刚好借着向公司请假外出办事的机会，顺道安排了一次久违的课后亲子活动。2个小朋友的物品一上车，让我的脚踏车也变得沉甸甸的。路过曾经常玩的那座小公园，碰上以前放学时也会来接小孩的阿公，他亲切地跟我打招呼：“好久不见了。”这条小路是以前放学后常带他们来的秘境。小溪流里有非常多的鱼，旁边就是台北的绿肺关渡平原。平原上一片辽阔的稻田，傍晚时分，在柔和的光线下，这里总是显得特别优美，让人不自觉地安静下来。今天在旁边的水沟里发现一个看起来有点像白蛇脑袋的东西，引起了我们的好奇。于是驻足观望了好一会儿，却怎么看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。我经常跟他们说，以后如果有机会搬去那边新盖的高楼，每天在家里就能看到关渡平原的落日。这算是我们心中一个小小的念想吧。继续往前，在这条被大自然包围的小路中，感受清新的空气。有时会想，要是2个小孩能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也不错，至少我一个人还能用脚踏车载得动他们，他们也愿意跟着我到处瞎晃。等长大了，可就不好说了。同时，这里也是一堂置身其中的自然课。路边时不时能看到木瓜，还有芭蕉、柚子、火龙果等作物。洗澡的那个花洒就是这样。穿出这条田间小路，便是一条车流稀少、街景宽阔的大马路。如果随身带些点心，坐在路边设置的长椅上，对着太阳静静地等它落山，也是非常悠闲的一刻。而眼前就是峰峦叠嶂的阳明山了。落日余晖下，光影错落，显得格外好看。路途中会经过一个草莓园，之前也曾带小朋友来采过草莓，是一个非常适合亲近大自然的地方。今天老婆临时加班，于是晚餐时间便带着他们来到这家位于天母的甲虫秘境亲子餐厅。餐厅的消费不算低，一份儿童餐要350元，但餐厅的环境真的非常无敌。整个餐厅的主题相当明确，区别于一般以卡通角色为主的亲子餐厅，例如奥特曼、宝可梦这类虚拟形象。这里的主角只有一个甲虫。店内陈设的全是大型玻璃钢雕塑，每一只看起来都是客制化制作，不仅造型繁多，质感也相当精致，感觉价值不菲。
对于胆子比较大的小男生来说，这些外形各异的甲虫摆设相当吸引人，在其中玩得不亦乐乎。而对胆子较小的小女生来说，这些甲虫则显得有些吓人，一开始并不能马上适应。好在有哥哥的陪伴，她也慢慢放下恐惧，终于不再害怕。店内书柜上的书籍全都与甲虫相关，另外摆放的小玩具也清一色是甲虫造型。当看到这一整排泡泡玛特的盲盒、茉莉玩偶竟然全都是甲虫主题时，我内心不仅惊讶，老板到底花了多少钱来布置这家餐厅啊？甚至连墙上的海报都是《海贼王》中与甲虫相关的章节插画，而靠近门口的区域则摆放着活体甲虫、独角仙等。餐厅也会定时安排专门的讲解员进行介绍，可惜我们当天用餐的时间刚好没有遇上。门口贩售的商品也毫无例外，全都与甲虫相关。就连扭蛋机也清一色是爬虫类与昆虫造型的周边。等到餐点上桌，果不其然，儿童餐内还会附赠一只甲虫玩具。可能因为年纪还小，小姑娘对这套甲虫主题餐点并没有特别感兴趣。妈妈这个是怎么样？先把那个好可怕，这里不会讲了。这也不会讲啦。你刚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些好可怕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？后来就不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就连餐后的甜点松饼也被特别做成甲虫造型，相当新奇。经过这次用餐，我的感觉是，店老板或许根本没那么在意赚不赚钱。虽然一份餐点的价格不算便宜，但比起店内这些巨大造型摆设、各式小型玩偶与主题玩具，无一不是高成本与满满心血的结晶。我想，老板每次走进餐厅，看到自己亲手打造的一切，应该都会感到无比满足。我也非常佩服他对于某一事物热爱到发烧的程度，这是需要多少热情、多少精力才能搜集全的一个主题餐厅啊！至于能不能赚回本，或许真的只是开心就好吧。